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赴山海频溜影迷，爱奇艺难逃信任危机；诚意赴山海又双若着被溜，爱奇艺真把会员当空气。各位姐妹们，今天我们来聊聊爱奇艺的年度闹剧。主角依然是那位老熟人赴山海，你追剧的期待值有多高，翻车的失望就有多惨。咱们充会员的信心已经快被爱奇艺榨干了。从最初的9月2日上线，到后来的热搜即将播出，再到最新片单的集体蒸发，赴山海的上线进度条就像个断裂的 WiFi 信号，怎么连都连不上。诚意粉丝熬秃了头的等待，只能换来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头的溜字，这波操作真的看呆了圈外人，气坏了圈内粉。溜出了新高度，会员连年卡都嫌亏。如果溜粉是一种竞技运动，爱奇艺大概可以包揽溜粉世界冠军。先是狠挖诚意演技的古装剧路人盘，然后又对粉丝画了半年的大饼，结果一到发布日期，直接消失在片单里，仿佛没发生过这一切。会员们一边愤愤地翻着9月新剧片单，一边纷纷怀疑人生花钱买会员是为了被溜。最绝的是，9月片单的亮点完全看不到赴山海的影子，剩下一些中小制作撑场面，被粉丝调侃为爱奇艺的18线练习生。而对手平台呢？家的云之羽家，他从火光中走来。芒果台随手甩出一个娱乐综艺，这兵器库比起爱奇艺，堪称满级玩家在虐新手村。爱奇艺的会员营销还能玩多久？粉丝忍耐度告急。溜剧等于营销的骚操作，放在以前可能还能骗一波钱，但如今观众和付费会员的耐性早就没那么好骗了。粉丝们已经试图用段子调侃自己诚意粉最近最大的剧就是自己写想象中的赴山海剧情了。这股虚无的期待感真的让人忍不住为他们捏把汗。更别提最近传出的数据，据说视频网站的会员收入逐渐被逼到了天花板，会员费直线上涨，内容确实没跟上。正是因为这类先吊胃口后放鸽子的操作逐渐劝退了忠实观众。如果一部部好戏都只能在拖延战术里发酵，那么会员的信任感迟早也会被磨平。期待先凉了，最后凉的是会员真情实感。或许赴山海总有一天会上线，但对于已经被溜怕了的粉丝来说，当初糊满屏幕的期待，现在可能已经变成爱谁谁了。当观众对内容失去热情，哪怕平台最后放出大福利，恐怕也难以重新感动付费的一腔热血。开篇，一部剧的期待与落空。2025年的国产剧市场热闹非凡，古偶、仙侠、现实题材轮番上阵，各大平台也不断推出片单以博眼球。然而在这其中，有一部作品让人等得焦头烂额，那就是由诚意主演的赴山海。从最初的宣传海报、片花曝光，再到多次被爆料即将上线，粉丝们一次次心怀期待，却换来一次次落空。尤其是在爱奇艺9月片单正式公布之后，赴山海彻底消失，让无数诚意粉丝愤怒到在社交平台刷屏。我们熬秃了头，换来的就是一个溜字。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粉丝的情绪就是最直观的市场反应。而爱奇艺的这种溜粉操作，不仅消耗了观众的耐心，更让会员们开始反思：我们花钱买会员，到底是为了什么？溜粉现象，爱奇艺的老套路。说起溜粉，爱奇艺绝对是资深玩家，提前预热吊胃口，在片子还没过审，甚至没有确定档期的时候，先打出即将播出的宣传口号，把粉丝情绪推向顶点。热搜营销制造声量，在社交媒体投放各种话题，让剧名频频登上热搜，制造即将上线的假象。片单反复变动，
粉丝每天盯紧爱奇艺的片单，结果一次次发现赴山海蒸发。这种落差感不仅让观众心累，更让人觉得平台是在收割情绪。这种操作在短期内的确能带来曝光度，但从长远看，却是一种自毁口碑的行为。因为观众不是一次性消费者，而是靠信任感长期维系的群体。成毅的处境，粉丝的期待与失落。成毅作为近几年最受关注的古装男神之一，从琉璃沉香如屑到莲花楼，几乎步步有热度，口碑也在逐渐稳固。尤其是莲花楼的爆火，让大众看到了成毅不仅能驾驭仙侠剧，还能撑起武侠剧，演技和气质兼具。正因如此，粉丝对他的新剧《赴山海》寄予厚望。然而，粉丝的热情被一次次消耗。他们办了会员卡，只为第一时间观看；他们积极转发宣传，只为给剧造势；他们苦等数月，却只换来溜档。这种反复落空的心理落差，最终化为失望与愤怒。有人调侃《赴山海》最大看点不是剧情，而是粉丝们在等待中编织的脑洞故事。这无疑是对爱奇艺最直接的讽刺。对比之下，友商的满级玩家打法，同样是视频网站，腾讯视频、优酷、芒果 TV 在排片上更懂得如何抓住观众的心。接连推出《云之羽》，他从火光中走来，无论题材还是阵容，都精准击中市场热点。主打现实题材与悬疑剧，保证类型多样化，观众选择更多。以综艺和青春题材见长，轻松打造话题效应。而爱奇艺呢，在9月片单里，原本应该撑起流量大旗的《赴山海》缺席，只剩下一些中小制作凑数。这让粉丝直呼：爱奇艺是把我们当空气吗？竞争对手都在上神装，而爱奇艺却在用拖延战术，这不仅是错失市场良机，更是在消耗自己的核心用户。会员的信任危机，花钱买气受。近年来，视频网站的会员费一路上涨，爱奇艺也在其中频频调整价格，年卡、季卡、超前点播，几乎把能玩的花样都玩了一遍。会员花了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内容回报。会员们想看《赴山海》，结果被一拖再拖。花钱开了超前点播，却发现剧情早已被剧透。平台一边涨价，一边不断透支观众耐性。这种情况下，会员的信任感迅速崩塌。越来越多观众开始质疑，还要不要续费？是不是换个平台更划算？行业困境，平台的短视与长远的危机。从行业角度看，爱奇艺的溜粉操作并非个案，而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短视行为。视频网站面对高额版权费与制作费压力，急需找到变现途径。于是他们选择用溜粉制造话题，延长预热周期，以便拉新用户，维持流量。但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只关注短期利益，却忽视了口碑和用户忠诚度。一旦观众觉得被骗，选择取消会员，平台将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换句话说，溜粉可能带来一时的热度，但最终损失的却是平台最宝贵的资产——用户信任。粉丝的觉醒，从真情实感到爱谁谁。赴山海的粉丝如今已经从最初的期待变成了麻木。有人在社交媒体写道：“当初的激动，现在都冷了。”这种情绪转变代表着观众的理性觉醒。粉丝不再一味沉浸在官方制造的期待中，而是开始反思：我们到底要不要为一部迟迟不上线的剧继续买单？一旦粉丝的热情彻底冷却，那么哪怕未来剧集真的上线，恐怕也难以再掀起当初的声势。对于爱奇艺来说，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回归作品本身，尊重观众的耐心。在剧集未定档前，不要过度宣传即将上线。既然观众花了钱，就要给他们最真实的回报，而不是一次次的空头承诺。
与其把心思放在营销套路上，不如脚踏实地打磨剧本和制作。对于诚意粉丝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再被溜牵着走，而是用行动表达态度。当观众不再买账，平台自然会反思。